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快开门！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这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门外超市管理员的话让众人陷入了混乱，我和闺蜜也警惕地环顾着其他人，大家都纷纷向后退去。门口的大妈害怕的直接想把门打开，好在戴眼镜小伙站在门前拦了下来。不要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，他的身份都还不确定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同伙长什么样子？门外的超市管理员思量了一会儿，因为监控像素并不清楚，只能看到他身上有血渍。门外刚说完，闺蜜震惊的声音就从我旁侧传来：你裤子上什么时候沾上血的？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躲在大叔身后的小姑娘露出了半张脸。怪不得一直不让我们开门，你就是那个同伙吧？环顾四周，就只有我的裤子上沾染了血渍。为什么这么巧合？我居然完全符合杀人犯的特征。我真的不是什么同伙，这些肯定是刚才人群混乱的时候蹭了上去。可众人看着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怀疑，就连刚刚反对开门的小伙子也有些动摇。我们现在要先确认的是门外人的身份，不要他说什么都相信啊。然而大叔大妈反倒嘲讽我，一直做着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断，也不让大家相信我说的话。一旁的闺蜜不停地帮我辩解，急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我们反对开门是因为门外的人的鞋子有问题，如果我闺蜜真的是杀人犯，我们应该同意开门才对啊。如果按照你这么说，想开门是杀人犯的同伙，那很多人都有嫌疑。一旁的女生又发声，门外的人不论怎么说，我们都要先确认屋内有没有凶手，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眼镜男也在一旁对我说，你的想法确实很好，这位姑娘说的也没错，我们现在产生的问题就是仓库里到底有没有杀手，如果有，杀手那个人又是谁？只有我们确认了这件事，才能知道门外的人到底可不可信，我们才能确定要不要开门。我连忙询问，你有办法吗？眼镜男站在门前沉思着没有回应，他提出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，因为我肯定不是杀人犯的同伙，而门外的人这样指向性的说了我特征，在我看来他有着很大的嫌疑，那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他是超市的管理员，让其他人相信他，从而把门打开。我明白了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开门，所以他一定是凶手。可为什么他非要进来不可？难道这个仓库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我努力地向大家表达出我的想法，现场除了眼镜男和闺蜜，却没有任何人听进去我的话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我闺蜜是杀人犯的同伙？证据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那个眼镜男进来的时候，手上好像拿了什么东西，衣服上也有着污渍，但是现在都不见了。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眼镜男，眼镜男连忙解释，我手里没拿什么东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刚才就见他在角落里，是不是藏起来了？闺蜜见到有人有重大嫌疑，便连忙起哄，走，去找找。女生拉着大家在仓库里寻找，我和闺蜜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着他们行动。忽然前面的大妈发出了一声惊呼，这里怎么有带血的衣服？大妈惊恐地指着藏在箱子堆中的那件衣服。我们听完后这才靠了过去，只见角落里被箱子掩盖了一件沾染了大片血渍的男士卫衣，而衣服中还裹着一把刀。眼镜男连忙否认，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。小女孩委屈地躲在大叔身后。原来门外的人真的是管理员，对不起姐姐，是我太害怕心急了，是我错怪姐姐了，这个男人好可怕。叔叔，怪不得从刚才开始他就各种阻挠。眼镜男听着话语不停地解释，但众人却是慢慢向他远去，看着大家的眼神，眼镜男怒吼道，说的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！他要行凶了！一声惊叫从人群中传来，一下子加深了所有人的恐惧。年轻的女孩捂着眼睛向着门口跑去，大叔和大妈也急忙跟着逃走。难道门外的人真的就是超市管理员？真的是我想多了。我心里还是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，但却根本阻拦不了大家想冲出去的决心。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看到确实是一名超市的员工站在门前，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低着头，根本看不清面容。我拉着闺蜜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情况，直到那个瘦小的女生走到那名超市员工面前，超市员工抬眼看向了她。此时一直关注的我注意到了超市员工的那双眼睛，无比犀利，和工作证上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乱跑？害得我费了这么多口舌才让他们把门打开。里面这群傻子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我惊恐地拉着闺蜜往后退去，眼看她从背后掏出了一把带血的刀刃。原来那名瘦弱的女生才是杀人犯最重要的东西。正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大量的脚步声，沉重而急促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。